一直以来，国内关于甲午战争的影视多注重海战，陆战基本上是一笔带过。实际上，陆战才是决定甲午战争胜负的关键，也是威逼清朝心脏的一把利剑。在日本1958年拍摄的《天皇皇后和日清战争》中，对甲午战争的海战和陆战都有较为全面的演绎。这部电影太过冷门，不为人知，就连对白都是我请人听译出来的。该片由日本东宝公司斥巨资拍摄，服化道方面是要人有人，要战争场面有战争场面，甚至还1:1复刻了朝鲜平壤的玄武门。不过，这部电影对许多历史事件进行了粉饰和选择性的略去，甚至还出现了一日本兵飞奔而去，杀死城楼全部守军的神剧场面。所以在解说时，我尽量予以纠正和补充解释。故事讲述了19世纪末期，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叛乱，无力应对的广里希只能请宗主国清朝派兵来镇压，而日本为了进一步控制朝鲜、侵略中国，就以保护本国侨民的名义，持续不断地向朝鲜增兵。但内乱平息后，双方均不退兵，多次谈判未果后，甲午战争旋即爆发。当时日本通过思想洗脑和舆论造势，将这场侵略战争美化成了一场正义之战。虽然老百姓对清朝的战争热情空前高涨，能去参军的人就跟中了彩票一样开心，包括富商巨贾也纷纷捐款，甚至一些娼妓还将多年的积蓄自愿献给国家支援战争。1894年7月，日本陆军和海军倾巢而出，向朝鲜进发。当日数万民众站在岸边洒泪相送，这可歌可泣的一幕都快让人忘了他们是去侵略他国。此后日军连战连捷，将沿途的所有清军都逼到了平壤城内。由于守城的清军约有3万人左右，加之炮火太过猛烈，所以日军迟迟不能攻克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叫山田的日本士兵头顶主角光环，身穿6神极品装，提着硫磺枪打造的专属西瓜刀，就朝玄武门飞奔而去。虽然四周都是枪林弹雨，但他却如入无人之境，几个凌波微步就攀到了城门上。虽然城楼上的清军将士不下几百，但大家都很有礼貌地依次排队出场，且刀法精准，每一下都能不砍在要害上。在清军的完美配合下，身怀绝技的山田从玄武门砍到了牡丹台，又从牡丹台砍到了城角西路，一直砍到他手也酸了，眼睛也涩了，导演也觉得差不多了，山田才打开城门，把大军放进来，将平壤一举攻陷。以上这一段虽然是日本导演瞎编乱吹，但在真实的历史上，平壤之战几乎和电影一样荒诞。当时清军兵精粮足，守卫的平壤城是山环水抱，易守难攻。但清军一听日军来攻，竟被吓成了惊弓之鸟。一支人马在扎营是因为夜黑难辨，竟把自己人认成日军，开始自相残杀。在平壤战役的前期阶段中，由于清军将领马玉坤和左宝贵的顽强抵抗，日军是寸步难行，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。后来虽然玄武门和牡丹台失守，但日军也是弹尽粮绝，成了强弩之末。加之天降大雨，道路泥泞，进攻极为困难。而清军的伤亡远远低于日军，且兵精粮足，完全可以继续坚守。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，昏聩无能的清军主帅叶志超竟被吓得弃城撤退，致使军心大乱。在逃跑的路上，清军有1500多人被日军截杀，600多人被俘，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军火弹药被日军缴获。要知道，在平壤战役中，清军的阵亡人数一共是2000多，也就是战死的只有500多人，剩余的都是逃跑过程中被日军截杀的。所以平壤一战真正是主帅无能，害死3军。之后日军占领朝鲜全境，掌握了陆战的主动权。1894年8月，日本联合舰队开赴黄海，四处寻求和清朝北洋舰队决战的机会。1个月后，双方不期而遇，日本的战舰以竖一字队形，打算绕到后面包围北洋舰队，北洋舰队则是呈横一字队形展开，向敌人开炮。很快旗舰定远由于年久失修，就被震塌了飞桥，提督金汝昌也身负重伤。整个北洋舰队瞬间陷入了群龙无首、各自为战的境地。随着北洋舰队被日本联合舰队包围，致远、金元等舰相继中断沉没。经过了5个多小时的激战，北洋舰队伤亡过半，败退而归，致使日本掌握了海战的主动权。黄海之战后，被日本俘虏的清军非但不用劳动，也没有遭到任何虐待，反而都被送到日本的医院里治病养伤。每天清军都被日本护士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日本皇后甚至还给他们送来了亲手缝制的绷带，小日子一看可比在中国滋润多了。实际上在真实的历史上，这些清军俘虏都是日本的摆拍道具。当时日本为了显得自己是个先进的文明国家，所以就学习西方列强的人性化管理，把极少一部分清军俘虏拉去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
然后请各界媒体来拍照登报进行大肆宣传。至于绝大部分清军俘虏都被关在了拥挤阴暗的监狱中，每天吃的都是发霉的萝卜，不少清军就这样活活的饿死和病死，还有些因为监狱关不下被就地屠杀。所以那些善待俘虏的感人画面不过是日本的样板工程，清军俘虏也只是日本的宣传道具。1894年10月，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后，分3批在花园口登陆，准备攻打辽东半岛。由于辎重过多，日军登陆了整整14天，但在此期间，清军竟然坐视不理。不过当地百姓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才自发组织了一支队伍去偷袭日军。之后日军势如破竹，先后攻占了荆州、塔连湾和旅顺。要知道旅顺是当时唯一的近现代军事要塞，防御非常坚固。法国提督顾拔说过，哪怕有50多艘坚固的军舰和10万陆军，也要半年的时间才能攻下旅顺。但旅顺和大连湾都是日军还没打，清军主将就被吓得望风而逃，只剩下一盘散沙的普通士兵。所以日军一路连打带送，很快就包围了北洋水师的老挝威海卫炮台。在海陆夹击下，北洋舰队坚守了49天后全军覆没，提督丁汝昌服毒自尽。此时占领了辽东半岛的日军扬言要继续攻打奉天和北京，所以惊慌失措的慈禧太后只能与日本讲和。1895年3月，晚清第一背锅侠李鸿章前往日本谈判，不想小日本狮子大开口，一张嘴叫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，要好把辽东半岛和台湾等地割让给他们。后来李鸿章在下榻时被日本暴徒朝脸上打了一枪，所以日本同意把赔款降低到2.3亿。当时已年过70的李鸿章为此自嘲道：“一枪就值1两，那我宁愿再挨上2枪。可惜日本人不会打了。”4月17号，李鸿章再次背着千古骂名，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每次看到这里，很多人都会有个疑问：清朝能搞2亿白银赔日本，为什么不能拿着2亿白银去买武器装备，继续跟日本干呢？因为相比割地赔款，清廷更害怕民变。当日军占领了辽东半岛后，再往下打就是奉天和北京。这2个地方，一个是清廷的祖坟和龙兴之地，一个是清廷的首都。如果一旦丢掉，就是满清统治崩溃的象征。更要命的是，小日本还写了一篇叫《开城忠告18省豪杰》的讨清檄文，痛斥清廷本是塞外蛮族，当年趁着明朝衰弱才侥幸窃取了天下，而今清廷腐败不堪，致使中国内忧外患，民不聊生。清军一败再败，可见气数已尽。所以日本、山东汉人揭竿起义，替明朝报仇。所以如果清廷敢继续打下去，或者像后来的抗日战争那样迁都再战，那么很可能还会再出一个太平天国。所以慈禧宁可保大清，也不保中国。反正赔款可以从百姓身上慢慢搜刮，但宝座没有就没有了。而小日本正是利用了清廷不得民心的弱点，才狮子大开口敢要2亿两白银。而清朝也知道自己不得民心，所以只能任由小日本敲诈勒索，把2亿白银乖乖地交给人家。陈独秀就说过，曾经我在家里读书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，到了甲午年才听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给打败了，后来听说什么英国、法国的八国联军把中国给打败了。此时我才知道世界上的人是分作一国一国的，我们中国是其中的一个，我也是中国的其中一人，才知道了人人都应当有敬于国家的大义。所以梁启超觉得中国人不是不爱国，而是不知道什么是国，连国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概念，又怎么去爱？而且清王朝还这么的腐败，用老舍的话来说，就是我爱国，可谁爱我？所以清廷根本无法动员全国上下齐心的跟日本干一场。所以纵观甲午战争海战的失败，根本无关大局，因为日本联合舰队不可能开到北京城下，而日本陆军才是悬在清廷头上的屠刀，人心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那么本期解说就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我的作品还不错，请在屏幕下方长按点赞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